从 Meta 离职8个月以后，我终于不再抵触写代码了。Web coding 了3个星期以后，我对 AI 的态度前前后后有了180度的转变。刚开始就觉得好爽呀，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，码农行业不会要死了吧？2个星期前，我还分享了我用2天时间 Web coding 了一个视频剪辑器。后来，当我想进一步改进的时候，我又经历了 AI 好蠢、好固执，这都修不好，这玩意儿我不管一管能行吗？这代码还能看吗？那这期视频我就想分享一下新手 Web coding 容易踩的5大坑。第一大坑 ，Web coding 让你产生了虚假的能力感。2个星期前，当我用2天时间给自己搞了一个口播视频剪辑器之后，我不仅觉得 AI 厉害，我也觉得自己很牛逼。当时的版本其实非常的基础，网页上的流程也看着非常的顺畅，但是剪视频哪有那么容易呀？当我真正的想进一步改进，接进来一些 AI 功能，然后加一些普通视频剪辑器都有的功能的时候，我发现它一开始搭的框架根本就不支持更加复杂的用户体验，所以我觉得让 AI 做交互原型还是很好的。但是做产品的话，其实还是不应该低估产品的复杂度。当你决定进一步完善功能的时候，那你就要先看看需不需要重构一下基础逻辑或者是结构，不要一个劲儿的加功能，等到后面发现结构有问题，又很难拆开了，而在原本的结构上加新的东西又很难。就像我第一版的剪辑器，每个视频处理步骤之后都要重新渲染一个新的视频，而当前的步骤还要依赖于上一步生成的视频，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样，只需要保留一个最原始的视频，然后每次修改的时候修改一个叫编辑决策列表的文本文件就好了。这就是我说的一些基础逻辑。第二大坑，让 AI 一次性修改太多。那写过网页的人可能都知道，在网页上面需要的细小的改动看起来很容易特别多，看这儿也不顺眼，看那儿也需要改进一下。如果每次只给 AI 提一个小要求，这么来来回回要好多次才能改好，那费时间不说，要是和 AI 来这么多个回合，岂不是也更加的烧额度？看起来如果尽量把多个需求都包含在同一条消息里面，然后再列好1、2、3、4、5，就能省下不少时间和额度。那结果发现 AI 写是能写，但是写完之后怎么和你想的不一样呢？于是你开始让 AI 修，它信誓旦旦的说给你修好了，你一测试发现还是不对。那这个时候你有点生气了，只和 AI 说还是不对呀，然后也没有给到任何多余的信息， AI 简单的跟你道了歉，又信誓旦旦的说给你修好了，结果就是又没修好。那很多个回合以后 bug 可能最终修好了，之前省下的额度其实又成倍的花了出去。其实原因就是 AI 在那一次一次性给你实现了你的1、2、3、4、5个需求之后，根本找不到在哪个地方造成了你之前说的 bug。所以如果你想省时间、省额度，还要同时保证质量的话，一次性给 AI 3到5个高度相关的小任务是可以的。就像我做视频剪辑器，我最好不要一次性就让它给我实现删除长空白、检测重复、保留气口，但是我可以让它给我实现第一，增加处理进度条；第二，检视当前步骤和进度的百分比。这2个任务就是高度相关的。第三大坑 ，AI 喜欢修症状，不一定修根本原因。Web coding 的时候呢，真的要和 AI 说很多话，有的时候懒得说太多，就直接告诉他这个没反应，那个不 work。这样说的话，看着没有毛病，其实他不一定能够准确的理解你要说什么。其次，他可能只给你加了一个 workaround，但是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。那好的时候呢 ，bug 是修好了，但是系统也更脆了。不好的时候 ，bug 就是死活也修不好。比如说，我告诉他这个音频波形播放到15秒以后就没有了，他给我前前后后修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修好，猜了好多种解决方法，代码越改越乱，想法也越来越固执了。就算我后面给他截了图，仔细描述了整个过程，也不管用。后来我直接新开了一个 session，因为它之前的 context 里面已经充满了错误的假设，然后我再把 bug 描述的更加具体，拆得更小一些，再给它提供一些可能的原因啊，它试了2次就给我修好了。第4大坑，磁盘空间爆得特别快。这个其实是 Web coding 很典型，是很少有人第一时间就能够想到的坑。尤其是如果项目碰到 AI 呀、视频呀、本地模型，就会更加明显。那 AI 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毕竟都需要的嘛。但是视频就夸张了，一条5GB 的原视频处理过程中完全可能占掉20到50GB，而且 AI 为了确保不破坏原文件，经常倾向于创建新的文件，而不是覆盖旧的文件，
再加上其他处理过程当中生成的临时中间文件，空间很快就没有了。而且我还遇到另外一个情况，那我每次测试的时候，它都给我生成一个临时的工作文件夹，里面存的全部是一堆临时视频文件，它就悄悄的给我在磁盘里面堆垃圾。测试了没几次之后，空间就满了。这个其实还需要你自己告诉 AI 要怎么处理。可以每次操作前清空之前的文件夹，也可以在链接里面加一个 ID， 那每次就在这一个工作区操作就行了。我还遇到一个 AI 特别蠢的时候，没有空间了，它也不告诉我，就一直不给我写代码。我说好的，它也说好的，就一直这样跟我踢皮球。我还当时好气的。第5大坑，安全问题很容易被忽略。这里我们就说一个初学者尤其常见的问题吧。当你需要调用某一个 API， 就需要 API key。那 API key 其实就是给你的系统使用某项服务的密码。比如说我想要系统自动根据我给的关键词，然后给我找到符合主题的免费视频，那我就需要用到视频网站的 API key， 那都是密码了，就千万不能放到网上，也不能告诉 AI。如果你告诉 AI 了，它就很有可能给你写进代码里面了。那虽然现在 GitHub 其实会帮你拦截很多 API key， 但是这个密钥根本不需要经过 GitHub 也是可以泄露的。比如说 AI 帮你做了网页，密钥就存在了客户端，即使你根本没用 GitHub， 只要密钥被打进了浏览器的客户端代码，就有可能泄露。那如果你是本地开发日常 Web Coding 的话，其实完全可以用环境变量。那遇到特别敏感或者是长期使用的密码，系统自带的 Keychain 其实更加的安全。那要部署上线或者是升级成为正式产品的话，就另说了，这个等我后面做到这一步再说吧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分享，欢迎关注了解更多 Web Coding 的相关内容。我是龙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